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米蒂英人先生所著的《良好的习惯改变大脑》这本书。决定人类日常习惯的是大脑，我们必须以大脑为主体来思考习惯。为此，有必要理解大脑的运作，并弄清楚为什么人类会产生各种习惯。习惯对人生非常重要，而养成良好的习惯是改善人生的有效方法。或许在看这个频道的大家已经知道这一点。问题在于，如今关于习惯的各种信息泛滥成灾，学习习惯、运动习惯、健康习惯、理财习惯、整理收纳习惯等等。大众媒体为了各种理由，不断向我们推荐所谓的好习惯，即使每一个习惯本身只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微小行动，如果想把全部实行的话，一天可能就会被各种习惯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完全被习惯绑住，几乎动弹不得。在这鱼龙混杂的信息中，我们真正应该去做的好习惯到底有多少呢？另外，很多人都有想养成的好习惯，但却很难坚持，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经常半途而废。本书也针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方法。更进一步，习惯中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，即所谓的恶习。然而，即使我们在脑海中清楚地知道某些习惯对自己不好，一旦养成，仍然不容易摆脱。这是因为习惯会受到一个人生活环境、所属群体整体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。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在无意识中受到这些因素支配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前提，决定人类日常习惯的是大脑。考虑大脑非常重要。社会上被广泛推崇的好习惯，是否真的符合大脑的运作机制？如果无法坚持，可能是因为这些习惯本身并不适合你当前的大脑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改变大脑？从大脑角度来看，什么样的习惯才是真正的好习惯？一切都必须以大脑为主体来思考，才能找到答案。为此，有必要理解大脑的运作。我们之所以无法养成好习惯，或无法戒掉坏习惯，根本原因就在大脑。习惯是由大脑运作产生的，同时也会对大脑产生巨大影响，是把双刃剑。如果能养成对大脑有益的习惯，人们就有可能彻底改善自己的人生。本书的特点不仅在于讲述了好习惯，更在于关注大脑，从大脑机制的角度深入解读习惯。如果能对比自己以往关于习惯的认知，思考有什么不同，会更容易理解书中的内容。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什么是习惯；第二，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；第三，改变大脑的3种良好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我将具体讲解应该养成哪些习惯。那么，我们从什么是习惯开始。作者指出，在日语中，习惯一词有时会混淆2种含义：习惯和态度。很多情况下，人们会把这2者混为一谈，把所有习惯都归为一类。习惯指具体的行为倾向，包括无意识的习惯性动作，例如每天早晨刷牙、洗脸等。通常我们所说的习惯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态度指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，与习惯不同，态度更多是抽象的心理倾向，而习惯则会具体表现为行为。举个例子，早晨刷牙，大多数人都认为保持口腔清洁是好的，这是态度。而具体行为上，有的人在早餐前刷牙，有的人在早餐后刷牙。早餐前刷牙的人，是为了避免夜间口腔细菌繁殖，防止把细菌吞下去，所以起床后就刷牙。早餐后刷牙的人，是为了清理食物残渣，预防蛀牙。可以看到，这2种习惯都有其理由。如果从健康维护的角度出发，真正理想的做法是早晨起床后刷1次牙，早餐后再刷1次牙。但很多人只做其中之一，这说明他们对早晨刷牙的习惯，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态度支持。习惯和态度的共同点是，它们都是大脑中的模式。态度偏抽象，
而习惯则伴随具体行为。大脑中，它们的生成过程是基于个人信念形成态度，将态度付诸行动，反复行动，形成习惯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先有信念，然后在面对事件或判断情境时形成态度，接着付诸实际行动，并不断重复，就形成了习惯。这个习惯经过反复，会逐渐强化，成为强有力的习惯。因此，习惯通常指习惯，但其根源的思维方式，即态度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以态度为基础去改变习惯，就非常容易实现。例如，如果你认同保持口腔清洁是好事的态度，那么你就容易接受为了健康，起床后和早餐后都应刷牙的态度，从而养成正确的习惯。如果用图示表示，信念、态度、思考方式、习惯无意识行为。信念产生对事物的思考方式，这种思考方式进一步转化为具体习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努力想养成早起、定期运动等所谓的习惯时，其实需要先关注习惯前的一步，态度，以及更前一步的信念。你以前有过这样的理解吗？大多数人对习惯的认知停留在表面，但实际上，态度和信念才是核心所在。了解这一点，本书就已经非常值得阅读了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的讲解吧。我想讲解具体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。然而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良好的习惯？在以前，人们常说养成良好的习惯，但是所谓的良好，到底是对谁来说的呢？每个人的立场不同，对良好的判断也会不同。举个例子，假设父母告诉孩子每天要保持房间整洁，并每天检查孩子是否做到了。但如果孩子觉得桌上堆着东西，环境稍微混乱，反而最能发挥自己的能力，那么父母认为的良好习惯，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坏习惯。理解了这一点后，我们要问，什么是对每个人都通用的良好习惯呢？答案很明确，良好的习惯是符合个人人生目标，即自己的目标的习惯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的良好习惯和坏习惯可能都不同。为了养成符合自己目标的习惯，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，这个习惯是否符合我的目标？每天都要确认自己的态度，并据此判断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习惯。如果需要，就进行修正。态度一旦改变，日常的行为习惯也会随之改变。然而，态度的改变意味着提前一步，信念的改变。有人可能会想，改变信念不是很难吗？其实，通过知识，人们可以瞬间改变信念，从而改变态度，甚至改变具体行为习惯。也就是说，知识可以改变信念，从而对态度产生巨大影响。信念关系到自我，是判断什么对自己更重要的标准。如果某条知识被判断为非常有意义，信念就会瞬间改变，新的态度随之产生。因此，要改变信念，获得知识是关键。而且，作者指出，需要的不是零散的知识，而是大量的知识。通过获得大量知识，我们可以改变信念，从而改变态度，并最终形成新的行为习惯。总之，不必复杂化，关键在于获取知识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改变大脑的3种良好习惯。我来介绍一下3种能够改变大脑的良好习惯。首先列举出来，改变大脑的3种良好习惯。1. 为了获得压倒性的知识而进行大量阅读。2. 通过训练想象力练习保持健康。3. 将日程本留出大量空白。下面我们依次简要说明。第一种习惯，为了获得压倒性的知识而进行大量阅读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要改变我们的信念，知识是必要的。因此，作者将为了获得压倒性知识而进行大量阅读列为良好习惯。信念会产生态度，再由态度形成实际行为习惯。而获得大量知识，最适合的方法就是阅读。可以说，阅读是形成改变大脑良好习惯的基础性习惯。
具体读书量因个人目标而异。作者建议每月阅读200本以上的书。当然，一下子读这么多书的人不多，所以可以逐步进行。如果完全没有阅读习惯的人，可以先从每月1本开始，做到后再增加到3本，逐步增加书的数量即可。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该读什么书呢？即使说要大量阅读，也可能会迷茫，不知道该选择哪些内容的书。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则，不要只根据内容选择书。你可能会觉得，那我该读什么呢？大量阅读的目的是获取大量知识，以提升抽象思维能力。如果只选择与自己工作相关或兴趣相关的书籍，作者认为这会阻碍你获取未知领域的知识。知识获取出现偏差后，你会局限在现有认知中，难以提升思维抽象度。作为习惯，最重要的是为了提升思维抽象度而大量输入知识。因此，在选书上应随机选择，尽量读那些自己平时不感兴趣或不熟悉领域的书，效果最佳。如果只是复习自己已知的知识，那就浪费了大量阅读的机会。即便读到的书内容枯燥，或者觉得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，也要坚持读下去，这非常重要。排名靠前的书可以让你了解大多数人当前关注什么，而且通常这些书较容易阅读，对进行大量阅读也很高效。此外，作者还推荐同时阅读多本书，这样可以提高大脑的信息处理速度，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。阅读那些超出自己兴趣范围或者完全没有知识的领域的书，对于获取大量知识是非常有效的。例如，在同一领域中，有时会有好几本书同时出现，此时，作者推荐同时开始阅读几本书，并行进行。大多数人在读书时，通常是读完一本书再读下一本，但作者认为这样做很浪费时间。对于同一领域或相关性强的主题，不必一本一本读，而是可以同时并行阅读，这样各自的知识会相互联系，加深理解。对于已经在某个领域有大量知识的人，可以一本本选书，因为他们能够理解书中内容与已有知识的关联。而对于知识还不丰富的人，同时阅读几本同领域的书，可以让新获得的知识快速建立联系。我们的大脑擅长同时处理多条信息，这样可以显著提高大脑的信息处理速度。即使读的是同一本书，不同人的知识获取量也会有差异。这种差异来自哪里呢？那就是是否在阅读过程中持续思考书中的内容。要思考书中内容的背景是什么，作者的论点依据是什么。通过这样思考，书中的论点和问题就会显现出来。如果只是模糊的阅读文字，是无法真正获取知识的。信息只有与其他相关信息结合，才有意义。因此，理解书中信息与社会其他事件的联系，才能使书中的知识对自己有价值，从而获取新的知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时，尝试同时阅读同一领域或相关内容的多本书，这非常重要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对大脑有益的习惯，通过想象训练保持健康。首先，健康状态是由大脑决定的。我们先明确健康状态的定义。健康其实指的是体内稳态良好运行的状态。人体的体温、心率、血氧浓度等数值一旦出现异常，身体会通过调节回到正常值，这种调节机制叫做体内稳态。这个过程由大脑的下丘脑控制，它调节自主神经系统。当大脑接收到身体异常信息时，会努力将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，这就是体内稳态的作用。例如，疲劳也是由大脑判断产生的感受，而不是肌肉本身的感受。大脑感受到疲劳，就会促使身体休息，这也是体内稳态在发挥作用。因为体内稳态由大脑控制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朝着大脑所想象的健康状态前进。那么，为什么身体会生病或不健康呢？原因就是大脑在决定身体的状态。既然大脑控制着体内稳态，
身体就会向大脑设定的状态调整，大脑处理各种信息，同时改造身体，让身体回到大脑所感知的舒适区。舒适区是指舒适自在的状态，而这个舒适区通常是半无意识决定的。例如，很多人减肥失败，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将舒适区设定在吃很多、肥胖的状态，所以身体会不断回到这个状态。另外，经常感冒的人，往往无意识地接受了我容易感冒的状态，这就成为了他们的舒适区。这样一来，大脑就会把身体调回到容易感冒的自己的状态，即使在意识上你并不希望如此，身体也会实际表现出来。因此，如果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，就必须让大脑将舒适区设定为完全健康、绝不会生病的状态。每天养成我很健康，我不会生病的习惯，自然会改变自我认知，把健康状态变成自己的舒适区。这样，大脑就会不断调节身体，使其保持在健康状态。简单来说，通过想象训练就可以获得健康。接下来，介绍第3个良好习惯，让日程本留出大量空白。你的日程本是否被排得满满当当？如果是这样，需要注意了。日程本排得满，意味着你无法自主决定行动的优先顺序。从日程本内容的平衡来看，作者建议大约1/8的时间保持空白才是合理的。一天的安排被填满是错误的。重要的是要重视那些可以在空闲时间完成的事情。时间约束的日程通常会牵涉到别人，因此要把这些写进日程本。而那些不受日程约束的时间，可以用来进行家庭、健康、兴趣爱好、终身学习、社区贡献等有助于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，并实时更新、灵活安排。关键在于这些安排只能在实时更新的瞬间决定，无法提前全部计划好。实际上，很少有人会专门在日程本上为兴趣爱好留时间，家庭和健康相关的事情也不适合用日程来管理，顶多像体检预约这种例外。如果日程本被填满，即使你想优先做最重要的事情，也无法执行。因此，理想的日程本应该只填约1/8的时间。最糟糕的是破坏自己行动的优先顺序和平衡，这也是最需要避免的事情。习惯并非单纯的重复行为，而是大脑思维模式的体现。理解大脑，顺应大脑，才能真正掌握改变人生的钥匙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